大家好，我是米娅，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 Rachel。大家好。Rachel 呢是和我一起挥洒汗水泪水的减肥健身好战友，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减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这一集的理念比较基础，主要是面对太多没有科学减肥经验的小白们。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各自的情况吧。我首先是一个下半身容易浮肿的一个人，然后我特别喜欢 Rachel 知道，我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热爱运动，但是不会用力太猛，每天就是会想办法让我自己动一动的。然后人生最瘦的时候是80斤，最胖也就是3个月前吧 ，Rachel 达到了114斤。然后 Rachel 知道的，我用1个月的时间迅速的瘦掉了15斤。然后我的体质体重上下浮动也是很敏感的，我稍微注意一下，用对了方法，我的瘦的效果就很明显很快。然后如果我的方法不对，我反弹的也是很快的。Rachel 讲讲你吧。对，我呢也是下半身的肥胖，同时属于从小的一个遗传性肥胖。在我之前的人生经验中，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减肥方法。最瘦的时候，曾经靠着疯狂的节食达到了120斤，然后后面就反弹。最胖的时候，也就是半年前达到了人生的巅峰210斤。然后半年以来呢，我已经成功的瘦身了60多斤，目前呢还在继续的努力中。哇，你这个瘦身幅度真的很大哎。好吧，那让我们的优秀的经验话不多说，带领你们一起开始吧。首先我们说第一点误区啊，大家有没有被各种明星的各种减肥食谱减肥的神器等迷倒，掉入深坑？Rachel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的时候明星说我怎么吃都不胖，我吃这些非常的健康，或者是他们甚至研究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减肥的一些食谱。有一阶段我是按照明星的食谱去吃，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然而并没有瘦，因为真相是我吃的是他的加大码。对，包括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曾经呢尝试某新的一个西柚减肥法，然后我白天吃了一整天的西柚，到了晚上的时候实在是无法克制自己内心对食物的欲望，然后就疯狂的在家里找吃的，吃掉了各种该吃的不该吃的东西。所以就是像这种单一的食物这种减肥方法，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反而不如就是好好的吃饭，然后合理的控制饮食来的更为实在一些。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好，第二个误区，喝代餐蛋白粉能减肥增肌。好吧，这可能是个笑话。我先跟你讲啊 ，Rachel， 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好久没有看见他了。有一天我看见他，我特别吃惊，我说你最近咋了？怎么胖了？他也非常的吃惊。我现在每天都运动，都喝蛋白粉，怎么可能胖呢？他说他每一天蛋白粉代餐的蛋白粉和饭是一起吃的，但是吃的很少。然后我就说等等等，我说等等等，代餐的意思就是那一顿饭就是可以用这个蛋白粉去替代。你现在就是又吃代餐粉又吃饭，那你一天是吃了6顿饭吗？你敢相信吗？我觉得这个蛋白粉这种东西啊，它也是要分人的。你比如说像这种专业的运动员，或者是健身爱好者，他们去撸铁，然后喝的那种为了增长肌肉的蛋白粉，这个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对于像普通的减肥人士来说的话，你的那点运动量啊，还不足以让你能够就是去缺少蛋白质，而且每天我们从食物中能够摄取那么多优质的蛋白质，我就想说，吃肉它不香吗？难道为什么要喝蛋白粉这种东西呢？而且我觉得喝完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我是没有饱腹感的，反倒不如我去吃一块鸡胸肉，或者是吃一个煮鸡蛋来的更为实在一些。确实是，尤其是我在减肥的一个期间啊，那个时候迅速瘦那么快，是因为我饿的时候我就吃肉，然后我吃那些肉我就能扛饿很久。喝蛋白粉确实也要分人，如果你有这个足够的 research 或者是足够的这个知识体系，你可以喝，但是注意有一个恒等式，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你的消耗大于你的摄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永远不会胖的。比如说身边总是会有爱你的一个长辈，他们会说减肥要少吃点肉吧，多喝点粥，你看我熬的五谷杂粮粥多么有营养。
然后有一个综艺节目啊，印象很深刻，就是秦昊的妈妈劝伊能静和秦昊喝自制的养生壶，被伊能静无情的拒绝。她说这种壶都是淀粉和碳水化合物。虽然场面一度尴尬，但是我也是非常支持伊能静的。你以为自己没有吃什么，其实等于你摄入了一碗的这个米饭，或者是一碗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同理啊，其实水果也是一样的。我有一个阿姨也是说，哎呀，我这个都没有胃口，夏天我都不吃饭，晚上我就吃了半个西瓜，然后为什么我体重还上涨了？然后我一听，我的天呀，半个西瓜那得有多少的那个含糖量？其实无论是粥然后水果这些，它们其实到最后到你身体里它都是糖。所以其实减肥最关键的就是要抗糖。然后因为糖呢到我们的体内会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波动，然后胰岛素它一旦就是波动以后，身体就会疯狂的储存这个脂肪，储存这个能量，然后就会产生这种胰岛素的一个抵抗。就当你这个糖摄入过多的时候，所以其实像优质的蛋白质啊，还有优质的这种脂肪，它们反而不会引起你的胰岛素的波动，而且呢，吃肉它更抗饿，就像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得好好的吃肉，吃优质的蛋白质。肥肉看似在哭泣的保鲜膜、暴汗服、瘦身霜等一系列产品。首先，大家以前看我的视频，包括 Rachel 也知道，我喜欢穿着一个束腰。但是大家注意了，我这里一定要强调，束腰它并不能让我瘦腰，只是能很好的帮我维持一个良好的体态，起到一个护腰的作用。因为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在家健身，然后围满了保鲜膜在他的这个腰部，然后呢健身了20分钟，他说他暴汗，然后就流了好多的汗水，然后就觉得他的腰瘦了。然后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来，这里一定要让 Rachel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会。对，因为其实科学研究证明啊，肺才是脂肪排出的主要的一个器官，80%的脂肪是通过日常的这个呼吸排出体外的。因为人通常会把多余的这个脂肪呢转化成甘油酸酯，然后甘油酸酯呢，它主要是要通过氧化才能够代谢掉。所以你的每一次呼吸啊，其实都是在减肥。而且呢，如果你要减掉，比如说10斤的一个体重，其中大概有8.6斤，它都是靠这个呼吸代谢出去的，可能只有1.6、1.4左右的体重是靠这个尿液啊或者是汗液给排出去的。所以不要再以为就是出汗呀这种方式能够减肥，它即使是短暂的让你体重的一个降低，只要你喝2杯水，那个体重就又回来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能躺着就能瘦的各种针灸、拔罐、按摩、点穴、高科技美容仪，纯属浪费钱。这种借助外力的这种减肥的手段呀，也是特别多人都会去使用的。对，我就是被坑过。比如说之前我去美容院做了一个冷冻溶脂，还是冷冻的这种手法，然后做完以后，其实2天之内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这个坑大家就不用尝试了，因为你没有在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作息习惯的一个基础上，你突然哪怕是把脂肪抽掉，眼下你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但是因为你没有改变你自己的这些习惯，它还是会反弹上来的。因为你像金卡戴珊他们那种明星经常去使用那些高科技的仪器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法，但是他们配合的有全套自己的营养师，还有每天的运动的一个计划，还有就是人家坚持不懈的去做这些美容仪啊等等，也是花费非常昂贵的。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你很难就是全部精力放在这里，那不如就是从做好最基础的，控制好自己的一个饮食和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然后适量的运动，这样子来的更实在一些。因为我觉得是在浪费钱。比如说日本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肌肉贴，就是它贴在你的肉肉上，然后通过某个频次的刺激你的肌肉，然后让你肌肉收缩去练腹肌，别遭那个罪了。现在我们说一下更多的误区，比如说疯狂的节食、疯狂的运动、抽脂减肥、切胃减肥、减肥药减肥。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些疯狂节食啊，这些方式你是能瘦下来，因为瘦其实它并不难。说到底，我们就是想让这个减肥方式变成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肯定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疯狂的吃以后，你去厕所抱着马桶催吐。其实那个时候我人生瘦到最瘦的80斤的时候，我就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让我自己瘦下来的，就是我尽情的吃完以后，我就立刻去厕所，然后用手抠催吐我自己。那个时候
我确实瘦了，但是副作用也很可怕，就是我会一直的低血糖，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摄入任何的营养。我觉得是这样的，包括还有就是抽脂减肥、切胃减肥这种手术性的一种减肥方式。首先来说说这个抽脂减肥，因为抽脂减肥呢，它抽走的是一个皮下的脂肪，但其实真正引起你健康问题的这个肥胖是内脏的肥胖，而内脏肥胖是无法通过这个抽脂去除的，并且抽脂手术以后呢，会有比如说皮肤坏死或者是凹凸不平这样的一种并发症的产对，生。皮肤会特别的松，然后医生当时会建议你穿那个压力衣，或者是涂抹一些油啊、药啊这样的，我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太遭罪了，风险性也很高。包括还有就是切胃，那就更可怕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还蛮大的一个手术。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是到一个非常就是病态的一种情况下，非医生建议你去做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自己健康的去瘦下来，不要借助这种手术性的一个手段。减肥药其实也是一种极端的减肥方式，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人推荐这个韩国医美整形医院开出来的减肥药，日本什么著名的减肥药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当下觉得有用，但是减肥药的这些副作用可能是长久几年之后显现出来的，比如说你失忆、记忆不太好，或者是因为你的激素不平衡了以后，你脸上爆痘、面如土灰，这样子大家就得不偿失了嘛。因为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脏器的一些损伤，对脏器、肝气的损伤。因为这些是药三分毒，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说了这么多，希望对于大家都有所帮助，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享受生活，避开这些我和 Rachel 刚刚提到的雷区和坑。所谓的减肥，我们就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健康生活，还有什么减肥的坑和错误的方式，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让更多的集美们看到。记得点赞、转发、关注，祝集美们月瘦10斤哦！